有空，用不用去接你？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陈先生在里面等。谢谢。哟，咖啡都给我点好了啊。抱一下。哎呀，想死你了！注意场合啊，报差不多得了。我管他。好了。嘿嘿。这样着呢。你别跟我说丢了啊，丢了跟你没完。哦，我洗澡给摘了，忘带了。啊，摘了之后忘带了。那说明这戒指对你来说不重要啊。可能是太轻了吧。你怎么回事啊？回去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敢跟你说吗？那夏天以后，某些人，你再也没跟我联系过，咱也不敢问呢。哎呀，逻辑严谨啊，在这儿等我呢。聊聊李媛的案子呗。了了吧？法庭上，我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了。那我先表达，我承认，我当时在庭上不太专业，确实夹杂了很多个人情绪，我很多话都是冲着你来的。但你不觉得你也很不对吗？你的反应不对，我感觉你不光是为了李媛的案子，因为你对我说那番话简直就是剑拔弩张的，所以我很想问问，你什么原因啊？那你打个样呗，好不好？你先说啊，我的故事太长了。哎呦，那岁数都差不多，谁的故事短啊？唉，好吧，那我先说呗。我其实接这个案子有2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熟人介绍的，我也推不开。第二个，好吧，第2个才是重点，因为我妈临走的时候，我面临的那种抉择是和李媛一样的。签字放弃治疗。但是我胆儿小，没敢签字儿。最后那字儿是我爸签的，因为我爸也年纪大了，我总觉得这些应该由我来承担。我当时确实非常痛苦，就算是我再理智，但只要我进到那病房里面，我就只是我妈妈的女儿。可后来我放弃她，我妈妈就变成了监护仪上的一条直线。然后她就彻底的跟这世界说再见了。所以你能懂吗？选择放弃治疗这个事儿，谁来决定，谁就永远背上了荆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代理李媛的原因。当我见到李媛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上天冥冥之中要给我一个答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把李媛当成了最初的我自己一样。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李女士，我们是律师，如果我们作为您的律师的话，我们会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决定，也会很尊重您的意愿。我下意识的希望用判决来证明
我的决定是对的。到现在，你也觉得这个做法依旧是正确的？当时官司输了，我挺恍惚的，我就去问我爸，那时候有没有后悔放弃过我妈？但他跟我说，其实他和我妈早就决定了，以后要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他这番话吧，我还挺如释重负的，所以我就更加的确定，我的决定没有错，包括李岩的这个案子，虽然官司输了，但是我还是很认同李岩，就像认同当初的我自己一样。英子啊，我呢，反正是挺羡慕你的，我没你那么能自洽，我也没有那样一个懂事理的父亲，更没有一个很幸运的母亲，遇到了一个如此爱她的男人。我跟你唯一相似的一点呢，就是母亲病重，父亲成为最后做决定送她走的那个人。但区别就是，我爸不爱我妈，他出轨了。我妈这个病呢，所有人都知道没救了，我妈自己也知道。但我妈是一个人嘛，是人就会害怕，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可我爸还是把她给抛弃了。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送来的太晚了，癌症已经扩散，手术已经没有用了。叫你来就是和你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做积极的治疗，那就是化疗。患者有医保吗？哦，没有，他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年就提前离职回家了。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做这种意义不大的治疗？那还有别的选择吗？那就放弃治疗，不做任何无谓的治疗和抢救。你和你的爱人沟通好了，就可以出院了。那就放弃吧。反正后来就是，他都如愿以偿了呗，签了字儿，我妈立刻出院了。当然了，我没有把我爸出轨这事跟我妈说。那出院之后，我爸就每天找各种理由说自己工作忙，整天不着家的。而我妈呢也挺傻的，不闻不问不怀疑，就乖乖的住到我姥姥家去了。但其实呢，从我爸签字那一刻起，我妈实际上就是一个等死的状态。她临终之前一直在念叨我爸的名字，但我爸压根儿都没出现，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很快呢，我妈就走了。接着就是我爸闪婚，我就被留在了姥姥家。也许你是对的，你没有把你爸爸的事儿告诉你妈妈，起码你妈妈没有带着双重的绝望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说如果那时候把他出轨的事儿告诉了我妈，那也许我妈就不会轻信我爸，她就不会把去选择和接受治疗的权利交到我爸手里，让他做决定。那他是不是就能多活一阵儿？当然这都是后话，不说了。那所以咱们再回到袁刚这个案子上，我依然觉得这李媛他没有权利去决定袁刚的生死，我非常坚持这一点。人说，我觉得你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袁刚和你妈妈不一样，我的当事人李媛也和你爸不一样。
他所做的决定不掺杂着任何其他的因素，反倒是你的当事人袁刚的母亲崔阿姨，我觉得她爱她儿子的那种方式，是一种极不理性、主观且自我感动式的。我不同意，我觉得崔阿姨没问题啊，她是个母亲啊，哪个母亲不爱儿子呢？对不对？我相信崔阿姨做了是天底下大部分母亲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会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我理解的。大部分。全部。全部。啊。行了，不说了，这沉重。点菜好吧，吃饭去。陆云子，我就挺好奇的问一下啊，哎，有一天我要变成袁刚那样，你怎么选择呀？你是签字啊，不签字啊，放弃治疗啊，还是继续治疗啊？不对啊，你这又下跪又送戒指又求婚呢，你不会是身上有什么毛病吧？你少咒我，我健康着呢。那咱们这儿谈案子呢，就事论事呗。你是往咱们俩身上扯干嘛？我怎么就不能往咱俩身上扯了？我问你，我是不是求婚了？嗯，你答应了？那我们就合二为一，我们是一体的了。我怎么就没有根据问这话呢？胡闹啊！陈说，你这种问题就是一个特别假设性的问题，比如就好像你脑子里自己幻想出来，哇，我中了1亿的彩票，然后，这我该怎么花呀？这么多钱，该藏哪儿啊？我捂哪儿啊？有意义吗？特别荒诞啊。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还能问呢。那如果我躺在那儿，你怎么选啊？你签不签啊？我不签，我不可能签，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签。我陪你到最后一刻，我陪着你。别！我希望你签，因为我也希望有尊严的去死，有尊严的离开这世界。我回来了。我是不会放弃的。罗律师，哎，我又来了，我有一个新的案子要委托给你们。陈律师，出大事了！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李媛要跟袁刚离婚。啊？他之前提过吗？前一阵儿啊，他就跟我提过一嘴，我呢没太当真。但最近咱们官司不是赢了吗？他还像以往一样跟我轮流交替的到医院里面去照顾袁刚。可是2天前，他又跟我说他准备跟袁刚离婚。我还以为他输了官司，只是宣泄一下情绪。可是没想到，今天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陈律师，怎么办呢？没事，不用担心，来传票很正常。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对方代理律师是谁啊？谁都无所谓吧，只要不是罗英子就好。哎，那万一还是他们呢？你想啊，他们并没有继续上诉啊，说不定他们就是想打这副牌呢。搞不好这个主意还是那个罗律师出的。陈律师，你一定得帮帮我，不能让他们离婚啊！他要是离了，这不是要袁刚的命吗？陈律师，薛律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以袁刚现在的这种状态，他能离婚吗？法律上支持吗？
支持。孙女士啊，这个离婚的首要的因素就是看双方的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您儿子是脑死亡状态，法院可能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婚，但如果李媛坚持，那法院最终一定会判。但您放心，夫妻双方他是有相互抚养的这个义务的即便是离婚了，法院也会要求李媛对袁刚的经济上做出一定的辅助。哎呀，不是钱的问题。再说了，李媛也说过他放弃财产。我现在不是在跟他争财产上的事情。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那您现在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您已经得到了袁刚的监护权，也就是说，您保住袁刚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用这个婚姻来绑架李媛。我不是绑架李媛。陈律师，虽然在生死的问题上，我跟李媛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心里清楚，他是真心对袁刚的，他对袁刚的照顾，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们没有照顾过脑死亡患者，你们真的不明白。您别着急其实这个方法还有很多，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花钱找人来跟您一块照顾袁刚。让外人来照顾我儿子，我不接受。你们不知道照顾袁刚有多难。怎么跟你说呢？对了，我也看见过一些病患被外人照顾着。说句难听的话，那些病患就像他们手上翻来覆去的那么一坨肉。袁刚现在的状态，他都不能够自主排便了，都得靠我们外力去帮助。还有，他经常要人工吸痰，他的肺部感染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气管已经切开了，现在不插着管子，根本就不能活。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我这点资产还能支撑多久。我就是希望有一个爱他的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陪着他。如果没有了李媛，真不知道我儿子该怎么办。好吧，那就拜托你们了。你放心。不过呢，这个袁刚呈脑死亡的状态才半年，所以我估计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但只要咱们坚持上诉，等半年以后吧，第二次起诉应该就会判离婚的。我知道了。你们协议弄好了，可以随时发给我。好的，再说明收一下。好，再见。你还接啊？接啊，为什么不接？要不这次我来吧？为什么？大多数人肯定不理解李媛的行为。监护权的案子打完之后，你也看到网上的反馈了。再说这次对方代理人肯定还是陈硕。上个案子打完了，就已经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我就怕你这次再接的话，别到时候你们俩……你就是怕我们俩分开，所以你不让我接，你自己来接，对吗？那倒也不完全是。上次我同情袁刚，这次我同情李媛，所以还是我来打吧，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要接。你不想想陈硕了？我之前和陈硕谈过了，他呢，他有他的执念，那我有我的坚持，在情感上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但事业上，我和你一样，不想跟情感混为一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只能为自己的价值观而辩护。我不光是为了李媛而辩，也是为了这种价值观而辩。袁刚已经脑死亡了，可他妈妈呢，还是想选择让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留在自己的身边，那这是他的选择。既然如此，李媛也是一个个体，他为什么就不能选择离婚呢？
对吧？嗯。那袁刚他妈妈不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让别人牺牲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所以这个案子我必须结。那行吧，下次开庭的时候你们两个不要针尖对麦芒，稍微温和一点，好吧？好。姐夫来啦！谁？当当当当！说曹操，曹操到，那你聊吧。聊我呢？走走。哟，陈大律师，什么风儿把您给吹来了？可以了，不用捋了，看见了，戒指戴上了。什么事儿？我刚才上来看上李媛。我代理了他的一个官司。他提出离婚这事儿，是你给的建议吗？离婚不是我的建议，但我赞成，所以他这个案子，我还是他的代理律师。必须结这案子了。对啊。不论谁结，都比你站在我这面强。那你就别结了呗。我开玩笑的，我支持你结，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案子不是咱们俩情感的答案，它只是个案子而已，是咱们各自的工作。在这个案子上面，咱们只是为各自的当事人和自己的价值观辩护的律师而已，所以你就别太担心了。啊，放心吧，好吗？想好了。想好了。法庭上见。走了。没别的事了？没事儿。陈硕。李媛、袁刚离婚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我国法律判定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呈脑死亡状态，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履行夫妻的义务。被告已经死了，而我方当事人还活着，他的生命还在继续。他不愿意为这样一种徒有形式的婚姻而牺牲自己。如果被告监护人愿意让袁刚先生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那是他的选择，他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起责任，而不是强迫我方当事人为此做出牺牲。因此，我方坚决要求和被告袁刚离婚。作为曾经深爱过袁刚的人，我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夫妻共同拥有的房产、股票、银行存款、汽车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留给被告监护人，以方便他请人照顾被告。要不我来？我没问题。我们双方上一次在这个法庭上针锋相对是1个月以前。辩论的焦点是袁刚先生他到底是不是死亡了。1个月以后，本案的原告也就是李媛女士将自己的丈夫袁刚告上了法庭，要求和他离婚。这也证明了，其实对方你们是承认的，袁刚先生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活人。只不过他因为重伤，失去了活动能力。我国的法律呢，
规定了夫妻双方有抚养对方的义务。现在，袁刚先生只是昏迷了半年，声称很爱他的妻子李媛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他。我不禁想问一句：您口中口口声声的爱情，它真的存在过吗？什么是夫妻？在所有的亲属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唯一一种需要用法律来确立的。当一对男女，他们双方自愿决定结成夫妻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彼此已经深深的相爱了。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对方，让两条生命合二为一，成为一条更完整的生命。石班长，在我方提交的所有的证据里面，其中有一段视频，是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在他们婚礼上拍的。我现在恳请法庭允许播放。允许。李媛女士，您愿意选择袁刚先生作为您的丈夫，嫁给他，无论顺境和逆境，无论贫穷和富有，无论健康和疾病，都和他在一起，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你愿意吗？我愿意。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这才是婚姻啊！婚礼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自己的丈夫刚刚昏迷了半年，自己就要迫不及待地离开他，这难道不令人觉得唏嘘吗？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都不能得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来做什么？全庭起立。本庭认为，夫妻双方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本案的原被告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破裂，故此，本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闭庭。谢谢，再次感谢，谢谢薛律师。没关系，我还会再起诉的。好。那过些日子呢，咱们可以约一次开个会，聊两句。先走吧，先走。行啊，又赢我2回。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能赢你更多次。走吧。说了聊两句。李媛还是要再起诉？对。哦。英子啊，我的要求很简单，这个案子咱都不跟了，行吗？这个案子我还是要继续跟下去的，因为我要对我和我当事人之间签的这份协议要有担当，要有责任。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放轻松一点啊？啊，这就是一份工作，别因为它来影响咱们俩之间感情的关系。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尽力吧。嘿，还拿糖了，走吧，请我吃饭。
赢了，请我吃什么呀？你点。我点什么？你不是起诉离婚了吗？还跑这儿来干什么？我来吧。不需要。我来吧。不要。您一个人根本就弄不了他，为什么不找个护工？明知故问啊，护工就能照顾好他了啊？他们能保证2个小时给他翻1次身吗？他们能保证给他吸痰吸得干净又彻底吗？他们能保证对待袁刚像人一样吗？我不可能看着他们这么折腾我儿子，不行。您就先歇会儿，我来吧。您要继续这么固执下去，只会对自己、对袁刚增加负担。你不如直接说我给你增加负担。他是我儿子，我可以照顾好他，不用你操心，行吗？你有话就说，没事儿你就请走吧。我来是想告诉您，我会继续上诉离婚的。你想跟他离婚，不就是用这个手段来逼我放弃我儿子吗？你明明知道光靠我一个人照顾他不行，必须得有你帮忙。你决定放弃他了，丽文，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妈，您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您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我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见我自己爱的人躺在这个地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梦到他，他没有五官，没有表情，没有声音，但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离开了。您今天什么时候给他吸的痰呀？怎么了？血氧在下降！医生，医生，医生，大夫，大夫，家属请离开。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马上给患者吸痰1次。患者仍无心跳，再次给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3分钟后，患者心跳仍未恢复，再次给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咱们的患者因为窒息导致的心脏骤停，我们已经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患者现在心跳一直没回来。这样长期下去呢，会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各个脏器功能的严重损伤，而且长期的胸部心脏按压会导致胸部肋骨的骨折。咱们家属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否继续抢救？救！患者心跳仍没恢复，小赵，再给患者吸痰1次。好，吸痰1次。小王，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患者心跳恢复。袁刚家属，袁刚心脏现在已经恢复心跳了。
我再重申一次啊，被告承担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用，并承担原告欠付的医疗费用。原告撤销其他诉讼请求，双方达成一致，是这样吧？是。这是调解书，双方看一下确认，如果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了。法庭特别明示，双方调解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一旦签字即刻生效，既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而且不能上诉。双方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那就签字吧。崔女士，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一旦签了字，就不可能了。法官，那天在抢救我儿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李媛的真心。我当时突然就想明白了，袁刚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空留下一份躯体受苦，还让这世界上他最爱的2个女人互相折磨。我想这不是他要的。我是应该站在儿子的立场上，替李媛考虑一下。他还年轻，很多事情可以重新开始。我不后悔。妈，我们俩共同失去了袁刚，我没有父母，也没了儿子。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吧。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这交给你了。挣脱着风和雨，晴和阴的诉说，在明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去追他，一点微去追他。会让他穿透那一片爱情的厚重的云朵，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在我们的天空永远为我守候。可能我接这案子吧，你是觉得我是在为邱阿姨辩护，但实际上不是。说实话，我是在为被我父亲抛弃的母亲辩护，我是在为咱们2个来之不易的爱情辩护。英子，我希望你能为我多做一点，多给我一点信心性，让我知道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不会放手，我们不会放弃彼此。其实我很理解你，还有你也知道，我决定跟你走在一起，是经历了一段很漫长且深思熟虑的过程，才选择2个人走在一起的。我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放弃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反倒是你不要把原生家庭的阴影带到咱们俩的感情当中。无论是对成年以后的你，还是现在的我，还是咱们俩之间的感情，那都不是公平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接这个案子之前的那个陈硕。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尽力。嘿，还拿糖了。赢了，请我吃什么呀？你点。我点一个。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
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不论富贵还是贫穷，不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啊！这才是婚姻啊！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让我们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干什么？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